一位38歲的工程師小李被主管半扶半架帶進診間，因為他在辦公室裡突然頭暈，差點暈倒。主管嚇壞了，趕緊帶他來看醫生。小李平常沒有量血壓的習慣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血壓狀況。一翻病歷，發現他2週前曾到醫院就診，當時量到的收縮壓竟高達170毫米汞柱。面對這麼高的血壓數字，醫師先按照當時的狀況給予降血壓藥物治療。結果呢，小李回家後乖乖吃藥，但頭暈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變得更嚴重。只要一站起來，就會眼前發黑，甚至差點跌倒。這時候我開始懷疑，會不會他的血壓數字沒有反映真正的身體狀態？我請他先暫停降血壓藥，並教他用正確的方法在家量測血壓1週。結果1週後回來看記錄，平均血壓只有大約118毫米汞柱，完全正常。也就是說，當初量到的170毫米汞柱，很可能是因為受到當時身體狀態、環境或測量方式的影響，並不代表他真正的血壓。後來他才發現，自己其實是因為血壓降得太低，才會出現站起來頭暈的情況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難道是血壓計在說謊嗎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。今天我們不談深奧的醫學，而是要告訴大家一個很多人甚至部分醫護人員都容易忽略的真相。你以為量到的是血壓，但很多時候你量到的其實是一連串錯誤姿勢、錯誤習慣，甚至緊張情緒累積出來的虛高血壓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就要帶大家揪出11個最容易讓血壓虛高的日常陷阱，幫助你量出真正可靠的血壓數字，也避免因為量錯血壓而接受不必要的治療。在門診，我最常看到大家踩到的第一個地雷，就是量血壓前的狀態不對。很多人明明沒有高血壓，卻因為這幾個小動作讓血壓莫名其妙高了一大截。地雷1：剛坐下來就急着按開始。很多長輩或是學生、上班族匆匆忙忙趕到醫院，氣喘吁吁，一坐下來，袖帶一套就開始量血壓。結果一看，140幾、150幾，自己先嚇一跳。其實剛走動完，心臟還在努力加班，忙着把血液送到全身。醫學研究很清楚，如果沒有先靜坐休息5分鐘，收縮壓可能會出現無法預期的波動。所以各大醫學指引都建議，量血壓前一定要先安靜休息5分鐘，否則量出來的數字很可能不是真正的血壓。所以別急，先給自己5分鐘，滑手機也先暫停，閉目養神一下再量血壓。地雷2：邊量血壓邊聊天，這個真的太常見了。很多患者一坐下來就開始分享最近發生的大小事，但你知道嗎？只要一開口說話，交感神經就會悄悄變得興奮，血管跟着收縮，收縮壓平均可以虛高約7毫米汞柱。所以量血壓的時候，請盡量保持安靜，不要聊天。地雷3：測量前先來一杯咖啡。如果你不是每天咖啡不離手的人，量血壓前喝咖啡，咖啡因會短暫刺激身體，讓收縮壓平均上升約11毫米汞柱。所以建議量血壓前30分鐘先不要喝含咖啡因的飲料。地雷4：憋尿，最強力的血管緊箍咒。這一項可以說是今天所有地雷裡面威力最強的一個。當你憋尿的時候，大腦為了幫助膀胱忍住，會強烈啟動交感神經，結果就是光是一個憋尿的動作，就可能讓收縮壓瞬間增加約15毫米汞柱。所以量測血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找血壓計，而是先去上廁所。好，前面準備工作都做好了，接下來我們來看第2大重點：姿勢。很多人以為只要把血壓計帶上就好了，其實姿勢一錯，量出來的數字照樣不準。地雷5：背部懸空。很多人坐在家裡量血壓，隨便拉張小板凳就坐，背後沒有任何的支撐，看起來只是坐着而已，但其實你的核心肌群一直在偷偷出力，努力維持身體平衡，不然人就往後倒了。這些持續用力的小動作，都可能讓收縮壓增加約10毫米汞柱。所以，請找一張有靠背、夠穩固的椅子，像一般餐椅就很適合，
把背部好好貼着椅背，再來量血壓。地雷6，翹二郎腿，這應該是很多人的招牌坐姿，舒服優雅，看起來很放鬆，但對血壓來說可是一點都不友善。雙腿交叉會壓迫下肢血管，影響血液回流，心臟就得花更大力氣把血液打出去，結果就是收縮壓平均可能會增加約10毫米汞柱。所以量血壓的時候，記得把雙腳平穩地踩在地板上，不要翹二郎腿。地雷7，手臂放太低或是懸在半空中。有些人量血壓時，手臂隨便放在腿上，甚至整隻手懸在空中。這樣一來，量出來的收縮壓可能會虛高約6毫米汞柱。正確做法很簡單，把手臂平放在桌面上，調整到和心臟差不多的高度，讓袖帶的中心點正好對齊心臟，這樣量出來的血壓才是最可靠的。地雷8，硬捲袖子造成的止血帶效應。尤其到了冬天，很多人懶得脫外套，就直接把厚厚的袖子一路往上捲，結果袖子卡在上臂，把手臂勒得緊緊的。這團厚衣服就像一條止血帶，壓迫血管，量出來的血壓當然容易失真。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遮住手臂的衣物移開，讓袖帶直接接觸上臂。如果衣服太厚，就乾脆把整隻手伸出來再量，不要硬把袖子捲在上臂。前面的準備工作姿勢都到位了，但如果工具選錯了，前面的努力還是可能全部白費。地雷9，袖帶尺寸不對。你能想象一位身材精瘦的男明星跟巨石強森共用一個血壓袖帶嗎？聽起来就知道不合理。血压袖帶也是一樣，尺寸一定要符合你的手臂。如果手臂比較粗，卻用了太小的袖帶，收縮壓可能被高估約10毫米汞柱。反過來，如果手臂比較細，卻用了太大的袖帶，量出來血壓又可能偏低，給你一種我很正常的錯誤安全感。所以買血壓計之前，先量一下自己的上臂圍，再選擇適合的袖帶尺寸。地雷10，過度依賴手腕式血壓計。手腕式血壓計最大的優點就是方便，但它最大的缺點也是方便，因為它对手腕的高度非常敏感。只要手稍微抬高一點，放低一點，量出來的數字就可能差很多。所以，除非真的有特殊原因，沒有辦法使用上臂式血壓計，否則包含台灣心臟醫學會在內，各大醫學指引都一致建議優先選擇上臂式血壓計。地雷11，買到未經驗證的山寨機。血壓計不是一般家電，它是醫療器材，所以網絡上那些幾百塊、來路不明的血壓計，我真的不建議買。在台灣，血壓計屬於列管的醫療器材，購買時記得翻到外盒背面，確認有沒有衛福部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。我通常也會建議大家直接到實體藥局或是醫療器材行購買，買有許可證、有保固的產品，精準度和品質才比較有保障。最後再教大家一個很實用的小技巧。第一次在家量血壓時，左右手都各量一次，因為2隻手本來就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差異，所以之後固定用血壓比較高的那隻手作為日後量測的標準。不過，如果2隻手的收縮壓長期相差超過15毫米汞柱以上，就不要再觀察了，建議快來找醫師評估，因為這有可能是血管狹窄發出的警訊。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寬寬醫師量血壓有這麼多細節，那我乾脆去醫院給護理師量，總不會錯了吧？其實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。診所有時候反而是量血壓最不準的地方，為什麼呢？第一種情況叫做白袍高血壓，很多人一走進醫院，聞到熟悉的藥水味，看到穿白袍的醫師，身體就不自覺進入一種警戒模式，交感神經開始興奮，心跳變快，血管收縮，收縮壓可能平白上升約30毫米汞柱。結果就是本來血壓正常的人，到了診間卻被量出高血壓，甚至吃下其實不一定需要的降血壓藥。第二種情況叫做隱匿性高血壓，它剛好相反，有些人在醫院休息一下，量起來完全正常，
但是回到真實生活，面對工作壓力、忙碌的生活節奏，血壓卻默默升高。這種情況在門診可能會抓不到，但長期下來，心血管風險反而更高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醫學指引建議，高血壓的判斷不能只靠診間的一次測量，而是要重視居家血壓監測。目前一般建議的居家血壓標準是平均血壓達到130/80毫米汞柱以上，就需要進一步評估。那在家到底要怎麼量血壓才準呢？記得一個簡單的口訣：722原則。第一個7代表連續量7天，第一個2代表每天量2次，建議早上起床1小時內量1次，晚上睡前1小時內量1次。第二個2代表每一次量血壓要連續量2遍，中間間隔約1分鐘，再取平均值。連續測量7天之後，扣掉第一天的數值，再看剩下幾天的平均血壓。如果平均值超過收縮壓130，舒張壓80毫米汞柱，這才是真正需要進一步處理的高血壓。今天我們一起揪出了11個容易讓血壓虛高的日常地雷，希望一開始那位38歲工程師的驚魂記不要發生在你的身上。最後，我們把正確的量測方式濃縮成6個重點，大家跟我一起記一下。第一個，尿，上完廁所再來量血壓。第二個，靠，找一個有靠背的椅子坐好，讓背部有支撐。第三個，平，手臂平放在桌面上，讓袖帶中心點和心臟保持同高。第四個，貼，雙腳平貼地面，不要翹二郎腿。第五個，靜，量之前先安靜坐5分鐘。第六個，默，測量過程中全程不要說話。記住這6個小細節，你量出來的血壓才比較接近真正的身體狀況。現在這樣就是完整正確量測血壓姿勢的整理圖，大家可以停留幾秒看一下，也歡迎直接截圖存起來哦。我一直提倡極簡護腎，多喝水，多運動，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。從正確量血壓開始，就是實踐極簡護腎的第一步。今天回家不妨檢查一下家裡的血壓計，看看袖帶尺寸是否符合自己。從明天開始，試着執行你的第一個722居家血壓監測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幫助你解開了多年量血壓的迷思，也歡迎分享給家裡每天看着血壓計焦慮的長輩或朋友。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